邻居樊哥女儿出嫁，这是一场为期跨度数天的盛事，也是我作为本村一份子参与的第一个集体活动。我们村不大，就几十户，大家没有什么距离感。搬到村里之后呢，我这种在村里人眼里种地派不上用场，放羊不知道搞什么名堂的新人，也会经常被邀请去各家蹭饭。而家里有结婚这种喜事儿，更是村里罕见的大事儿，周边几家多多少少都分到了任务。社牛且颇有一些组织力的大贵担任婚礼的组织者，红姐和张婶等村里的女人们负责配菜。而我担任送亲的司机，负责把樊哥老两口和女儿送到500公里以外的新郎家。婚宴的前几天，我们这些有任务在身的小组成员，其实已经以讨论宴席为由，在樊哥家吃喝好几次了。我们作为司机，也跟着樊哥去县里做了瓜子糖茶的采购。先拿了3球。哦，刚才有呢。樊哥老伴儿还去做了个头发。婚宴第一天和第二天主要是场景搭建和准备工作。一大早热火朝天，樊哥的后院搭了一个吃席的帐篷，前院搭起了一个毡房。重点是这2天婚宴小组成员都可以去樊哥家吃大锅饭，而我吃到了有生以来最美味的臊子面。后遗症就是婚宴结束之后，我早上一睁眼就想舔着脸去樊哥家问问还有没有臊子面吃。第3天是正式的婚宴，这一天樊哥认识的人几乎都赶到了我们这个小村子。村里吃席非常热闹，每一户从老到幼全家出动，感觉族谱上能出门的都会来沾沾这个喜气，连我家门口都停满了车。乡亲们，原先的亲戚端转了啊！你今天是大总管吗？大总管。这一天我见的人比我这一年在村里见到的人都多。吃席也许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寒暄叙旧。樊哥只有2个女儿，这次结婚的是大女儿，小女儿还在上大学。他女儿管我叫姐，我管他们爹叫哥。总之在村里边各叫各的。我也有幸见到了樊哥的3弟、4弟、5弟、6弟和7妹。这个是请来做席的大厨。哎呦！婚宴结束之后，终于轮到我发挥了，我要作为娘家人去送亲。这边的风俗是娘家会准备一个小皮箱，里边有日用品，还有一些压箱底的钱。1万块。这里边是啥？这是那个白丸子包哈这个。赶紧合上。赶紧合上。樊哥的女婿在500公里以外的乌苏，没错，就是绝命大乌苏原产地那个乌苏。大概5个小时抵达乌苏。第2天一早有接亲的仪式，这个我感觉是不是全中国高度一致啊？都有藏婚鞋让新郎给红包找鞋的环节。樊哥的小女儿给姐姐，也就是新娘子拿了盆洗了脸。相比在村里，我感觉樊哥老两口好像有一种主场终于轮到另一边的松弛感，在场的每个人都欢天喜地。妈，我们走了啊！好，走吧。但在新娘被接走之后，他又似乎带走了所有的热闹和喜庆。这边的婚宴在下午2点开始，作为娘家人，我也是光荣的坐上了主桌。樊哥是一个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，所以婚宴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启程返村了。和女儿女婿道别时，我记录到了这一幕：樊哥哭了。我当时是有些许震撼的。
我的邻居凡哥是个特别不善言辞的 I 人，在我看来，他似乎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，最多就是朴实的嘿嘿一笑。我来村里的最初几个月，几乎没有和他说过话，但是这一年，小到搬重物，大到盖房，凡哥可以说是万能的。凡哥，地种不好找凡哥，缺东西了找凡哥，这个是破。没有鸡蛋了找凡哥，他给我挑的还全都是3黄蛋。他会给我打电话说今天嫂子做抓饭了，来吃吧；今天炖了牛肉，来吃吧。先吃。先吃。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会帮忙喂狗、打理草皮；下雨下雪的时候，会悄悄帮我把院子里的东西用塑料布遮上。前一阵我出门回家，发现家门口和院子的雪也被清过了。凡哥不会把咱院子里边这个路也清掉了吧？雪扫掉。我其实特别想回馈一些东西给老两口，但是凡哥总是拼命的摆手，自己人不提这些，不提这些。这一次能去送亲，我是欢天喜地，异常兴奋的。大家可能无法理解这种有点秋雅结婚，我搁那活蹦乱跳的心情，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我可以回馈他们的机会。前一阵有人在评论区问我是怎么快速融入村里人生活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农村生活过？一家吆喝，四方支援，是我理解这里的生活本色。这里的人们都是平凡又朴实的，在这里生活即是村里的一份子，不论背景。所以答案是不需要刻意的融入，这只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日常。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我这个异乡人搬来村里居住1年，才深刻感受到了这句话最淳朴的含义。走来，长脖子，长脖子。我来了，来了！我好多人，凡哥怎么又来了？你怎么来的？天哥，你说不辣，你们好来了，你们有好吃的没有问题是。谁说天是有？你们呀可切上去。数字游民的我，终于在2023年下定决心离开北京，准备在新疆天山脚下的小村庄找一块地，花40万，用1个月时间盖一间小木屋，开始梦想中的生活。这里地处北疆，绿园辽阔。我所选的这块地大概800平，是朋友的房，荒废已久。地上原来的旧土房子远看还不错，但是近看呢坍塌了不少，修的话花的钱可能不比重建少。于是我推掉了旧房子，准备自己盖一个带阁楼的小木屋。开始盖木屋。Forget what you meant to me. Yeah, we were barefoot lovers on the beach. The sand beneath our feet, the freckles on your cheeks. Yeah, when I close my eyes, I can still taste the sea salt on your face. Our bodies in the waves. Summer light had us up all night, singing na na na. 半个月时间，我拥有了一栋小木屋，被绿色环绕，梦想中的生活马上就能实现了。定制的窗户还需要很久的时间，比盖房子主体更难的还有室内的地板、美缝、内装，还有我心心念念的复古小楼梯。下一期我们继续盖木屋。来新疆快半年了，我在天山脚下盖的这个小木屋也正式入住了。今天回答一下小伙伴们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：1. 为什么会来新疆？
我特别怕热，但是喜欢雪，所以一定要在北方，然后又爱碳水和水果，所以最后选了新疆。谁懂啊？刚来的时候，辣条子和拌面，我一个人能吃一大盆，热乎的馕，一人一大张，轻轻松松。2，地是租的还是买的？我不是本地人，买不了地啊。这块地呢，大概800多平，是认识的朋友的宅基地，1个月200块租的啊。这儿本来有房子，但是年久失修，所以我推掉了，建房办了许可证。3，花了多少钱？木屋建造呢，我找的是专业的公司，不到3000块钱一平。我这个算上阁楼一共130平，所以房屋总造价是40万左右。软装这个就看个人了。4，周围荒凉不？周围有邻居，而且是中国好邻居，帮了我很多忙。我这个屋前呢比较开阔，视野很好，没有大型的野生动物，只看见过兔子和鹿类。羊嘛倒是遍地都是。5，水电网怎么解决？因为是村子，所以水电网自然是通的。6，取暖怎么办？木屋建造时候呢有做保温层，另外我还铺了电地暖，有空调还有壁炉。目前呢室外零下8、9度吧，我只开了电地暖，室内呢显示28度，但是因为有阁楼的关系，部分地方挑高很高，所以实际大概能有25度左右。7，关于厕所，我自己挖的管道做了室内的卫生间，这个和城市住宅是一样的。我在地里埋了玻璃缸的化粪池，污水呢会排入化粪池。8，木房子结实不结实？目前没有感觉到什么不结实的地方。地基呢，我挖了2米，刮大风应该不会把我的房子吹走。不过屋内用的墙板，所以偶尔恍惚间会觉得自己是在桑拿房。9，地板用的是什么？地上我用的是木纹砖，这个之前有一期专门说过了，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我在地上刷漆，弄得地上都是。它因为是瓷砖嘛，比较好打理，铲子一铲就掉了。10，会不会有甲醛？我房子建完的确没有放太久时间就入住了，不过用的材料呢都是实木，漆呢全部选的是水性漆，没有味道。甲醛多少我觉得肯定会有，但是尽力降到最低了。11，生活如何？那自己盖房嘛，肯定非常累，我也是第一次干这事儿，要注意的东西呢非常多，每天忙到弹起。不过看着自己的想法一点点成型呢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，也乐在其中。另外外卖肯定是没有，需要自己捣鼓吃的。快递呢很方便，我开车半个小时去县里边取，基本是攒一堆一起取，顺便采购。娱乐活动就是看书、上网、揍逆子。你干啥去了？你看看你的脚，我真的服了。那我是典型的 I 人，所以很喜欢这种轻社交的生活。山野生活空气好，心会比较静，自然就不必说啦。